男朋友是一名画像师，为了救白月光，他亲手给凶手画了一幅画像。他不知道那幅画像上的小女孩是小时候的我。半个月后，警方接到一起爆炸碎尸案，因为无法辨别出身份信息，警察在爆炸现场找了3天3夜，才拼凑出脸部骨骼。他拿起画笔还原了我生前的样貌后，彻底疯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的尸体在那一场爆炸声中被炸成了碎片。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，满地残骸。封锁现场后，好几个法医仔仔细细地将周围的残骸收集，装进了袋子里，最后带回警局。根据尸检报告显示，死者为20到22的年轻女性，死亡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，也就是说，爆炸前她还活着的。死者脸部骨骼遭受到撞击，死之前全身骨头尽断，腹部骨骼粉碎，应该是凶手在她的肚子里装了炸弹，然后再引爆。讲到这里，警察局所有人为之一振，纷纷看着那具不成人形的尸体。有年轻的警官已经转身跑出去狂吐起来，其余留下的警察们握紧了双手，眼中怒火中烧。凶手摆明了是想折磨这个人，到底有多大的仇，才能够做到这样惨无人性的杀害？队长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刑警大队队长转身将顾培叫过来。这时候，我的视线落在了门口的方向。我的男朋友顾培身穿一身便装走了进来，他身上还沾染了风尘，头发被风吹得掀起，却依旧阻挡不了那一身金贵的气质。顾培深邃的眉眼下落在那具尸体上，戴上了白色手套，紧皱着眉头靠近后，认真地检查了一遍尸体的脸部骨骼，最后得出结论：画不出来，这人脸部骨骼不完整，还缺失了几块。我建议你们再去爆炸现场排查一下，说不定还能够找到剩下的残骸。警察局的人听闻这个消息，连夜派了人去搜寻我剩下的骨骼，只有顾培紧紧盯着我的尸体。半晌后，他开口询问道：“尸体是左撇子。”法医有些惊讶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这凶手右手受到过很严重的伤，导致骨骼发育不完全，所以他生前应该是习惯性用左手。顾培对于骨骼模型非常的熟悉，他向来是老师们眼中最天才的那个画家。毕业的时候，导师也问过他，为什么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去，非要去警察局？他没有告诉那位导师，但是我知道他是为了自己的父亲，为了给他报仇。但是这样一个人，却为了白月光，亲手将凶手放走。其实法医的那句话说的没错，凶手在我死之前的确想尽办法地折磨过我。我一直不明白，自己明明非常低调，为什么凶手还是找到了我？直到凶手拿出了那张画像。半个月前，凶手突然找到我男朋友，还绑架了男朋友的白月光林念。顾大画家，看看这是谁？林念脸色惨白，像是抓住救命稻草，他哭着求救：“顾培，救救我！我好害怕呀！你带我回去吧，好不好？”顾培慌了神，我第一次看见他情绪那样激动，眼里止不住的担忧。但只有熟悉他的人才知道，顾培的情绪一向不喜欢表露在脸上。上次见到他情绪激动，还是在我悄悄给他过生日那天。那天天台的风很大，他忙于警局的事情，忘了自己的生日。我为了等他，熬到大半夜。他回来后，看着我为他做的长寿面，感动得眼眶通红。而如今听到林念的消息，他却慌了神，
原来林念在他心中那么重要。我自嘲一笑，他握紧了拳头，手上青筋暴起，质问凶手：“你到底要干什么？”凶手拿出了2张照片，交给他，帮我画一张画像，我就把你的小心肝还给你，怎么样？顾培不信，皱着眉头反问：“只是这么简单？”“就是这么简单。”但他不知道，凶手叫他画的那个小女孩就是我小时候，而他们至始至终要找的都是我。我的父母是缉毒警察，在我出生之后，他们的身份信息从未被公开，直到我的父母剿灭了犯罪团伙的老大，他们也战死其中，身份信息泄露，警方也因为我的身份，怕我被报复，抹去了我跟父母的关系。我本来是被保护得很好的，平安地过了20年普通人的日子，直到凶手找到了顾培，天才画像家，刑警大队的大脑，曾经破了无数案件的男人，只要是在他的手中，就没有还原不了的容貌。那天他画了很久，直到远处警笛声响起，凶手放了林念，离开的最后，镜头扫向身后的2个人。我看着林念扑进顾培的怀里，顾培紧紧地抱着他，仿佛要将他融入骨髓，声音颤抖地说道：“幸好你没事。”可是他不知道，就在他将这幅画像交给罪犯的时候，我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。那天我被顾培赶出了医院，独自回家的路上，察觉到异常后，我几乎是下意识的拨打了重要联系人。顾培，我好像被跟踪了，你回来接我好不好？这里打不到车，我好害怕。可是顾培却以为我在骗他，就是为了让他回来。所以电话那头，他很生气，朝着我吼道：“你又在玩什么把戏？以为这样我就会回去找你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死在外面，我都不会去找你的。以后别来烦我。”那一晚的巷子很黑，天空还下起了小雨，路上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人。我绝望地听到挂断电话的声音，想要拨打110，身后的凶手却提前一步敲晕了我。再次醒来，就出现在了陌生的废弃工厂里。他们为了泄愤，将我折磨得不成人形，用铲子敲击我的面部，导致骨骼破碎。但是这期间我没有死亡，因为这些人还没有玩够。直到我被折磨到最后一刻，这群人为了毁尸灭迹，用刀划开我的肚子，将定时炸弹塞进我的肚子里。爆炸声音响起的那一刻，我仰天一笑，我终于解脱了。可没想到，我死后却以灵魂的方式留了下来，还亲眼看见顾培检查我的尸体。他就像是在检查垃圾一样，到最后他甚至多看几眼都不想，无情地转身。有消息了再通知我，晚上还有点事情，就先走了。法医是他的好朋友。2个人离开的时候，朋友从包里掏出2盒喜糖，眼中带着笑：“我跟我女朋友结婚了，给你和小妍带的喜糖。小妍总跟我说吵着要喜糖，我也找不到他人，要不你把这喜糖交给他吧，就当是我跟我老婆祝福他了。”朋友话音刚落，就看见顾培脸色不怎么好，对方眼底笑意僵了僵，有些尴尬地问道：“哥们，你还没有跟桑妍和好啊？这都半个多月了吧？”顾培脚步一顿，就连呼吸都重了很多。别跟我提他。顾培像是恨极了我，负气地转身离开。最后他低头看着手中的喜糖，泄愤似的将那喜糖扔进了垃圾桶。我只是觉得有些可惜，看着垃圾桶里被扔掉的喜糖，终究是吃不到了。我的灵魂跟着他飘到医院，隔着透明玻璃，看着里面带着呼吸机的中年女人，我捂住嘴巴，低低抽泣。其实我知道，我跟顾培之间的问题，从来都不是1、2句话能缓解的。他恨我，是因为我害他的妈妈
住进了医院，到现在都还躺在 ICU 里面。半个月前，就在顾培刚刚出事不久，警方将他和林念送回来的时候，阿姨正在婚纱店里面帮我挑选婚纱，因为我跟顾培的婚礼就定在下月初8，那是顾培妈妈找人算的吉祥日子。但我没想到，在回家的途中，有一辆汽车莫名其妙地朝着我们撞过来。那时候我来不及反应，顾培妈妈伸手将我护进了怀里，她却因为这场车祸受了严重的伤，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性命垂危。顾培带着林念姗姗来迟，愤怒之下，顾培抓住我的衣服推倒在地。你为什么要带着他乱跑？要不是因为你老是带着他乱跑，他怎么可能会出车祸？桑言，要是我妈有什么3长2短，我永远也不可能原谅你。是啊，谁会原谅一个害了自己母亲的女人呢？我顾不得疼痛爬起来，我不奢望她能够原谅我，但是阿姨是为了我受的伤，只能卑微地祈求着，能不能让我留下来？我只要看到阿姨没事了我就走。但是顾培不给我机会，直接将我撵了出去。少在这儿假好心，你不配见我妈。那天晚上，我在医院外面待了整整1夜，直到第2天看见阿姨转入了 ICU， 我才彻底的放心下来。离开之前，我看着林念抱着顾培，轻声安慰着他：没事的，阿姨肯定会好起来的，有我在呢，顾培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我识趣地离开了医院，没有去打扰他们。那件事之后，我却活在了自责中，每次午夜梦回都像是回到了车祸发生的时候，愧疚和悲痛几乎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以为是我做错了，以为是我自己连累了阿姨，所以就连阿姨住院期间，我也只敢偷偷出现。可直到我落入了凶手手里之后，我才知道顾培和林念失踪的那段时间，顾培为了林念将我的画像给了罪犯。要是顾培知道自己是害了自己母亲的帮凶，他还会不会原谅自己呢？顾培在病房里陪着顾妈妈，病房门口突然出现了敲门声。打开门，外卖小哥放轻了声音：你好，订的鲜花送到了，麻烦给个好评。顾培看着外卖员送过来的鲜花，神色微愣。我这才想起来，离开前我怕顾培在医院见到我，所以特意在手机上订了鲜花，这是代表着我的一份心意。所以这束鲜花上面还有我托花店写的话，希望顾妈妈早日康复。而顾培在看见这束鲜花的时候，却大发雷霆，直接将画扔进了垃圾桶。桑言，你欠我妈的，以为送2束鲜花就抵消了吗？不可能，你休想！除非你亲自来给我妈磕头道歉，否则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。顾培气得将花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。我伸手想要去抓住，透明的灵魂穿过鲜花，落了个空，脸上露出一丝苦笑。我也想啊，我也想等顾妈妈醒过来，我也想跟她说声对不起，可是我早就死了呀，我再也没有机会亲口对她说声对不起了。顾妈妈是除了我养母待我最好的人，逢年过节她都会给我准备丰盛的晚餐，叫顾培带着我回家吃饭。她知道我是个孤儿，所以做什么事情都紧着我。就算是顾培惹我不高兴了，她对顾培毫不客气，只为哄我开心。这样好的顾妈妈，却因为我安静地躺在了病床上，我可真该死啊！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，直到电话铃声响起，我看见顾培接起了电话，他脸上的表情肉眼可见地变了。电话那头是林念哭哭啼啼的声音：顾培，我好难受啊，你来找我好不好？我真的好想你。顾培二话不说，拿起了外套就往外走。
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像是怕自己的情绪吓到对方，声音放轻了很多。你现在在哪里？我马上就过来。他急匆匆地开车，连着抄了好几条近道，最后车子停在了一家酒吧门口。顾培以前很不喜欢这种地方，因为我跟同学聚会，他担心我被不怀好意的人盯上，所以每次都会恰好时间来接我，还被朋友老是调侃，说我男朋友真体贴，都找到这里了。可是现在他却为了别的女人做了同样的事情，或许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他对林念还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。顾培穿过大厅，找到了林念所在的包间。林念输了游戏，被缠着喝酒，身边围满了虎视眈眈的男人。顾培走过去，用外套遮住林念，轻皱着眉头道：“我送你回去。”林念攀上他的脖子，整个人倒在他怀里，哼哼唧唧：“你来了呀！我以为你不会在乎我的，我以为我在你心里不重要。顾培，你说实话，你能来找我，是不是有点喜欢我了？”顾培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直接就要带他走。半途中被包厢里的人围住了。顾培是吧？念念输了游戏，酒还没喝完呢，我们这儿可没有赖账的说法，要不这酒你替他喝了，我们就放你们离开。啊哈哈哈！一群人看热闹不嫌事大。顾培黑了脸，可他还是拿起了桌上的6杯酒，一股脑全部灌了下去。现在可以了吗？他冷冽的声音响起。随后顾培弯腰将林念抱起，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离开了包厢。回到家后，林念借着醉意缠着他不放，语气委屈巴巴的：“顾培，你还没有回答我刚刚说的话呢。你明明是心里有我的，为什么不承认啊？”顾培面色无奈，将他放在沙发上，低头替他整理了褶皱的裙摆，轻声说道：“念念，你醉了。”林念哪里肯放手，抱住他哭诉道：“我不放手，再放手你就是别人的了。明明是我先遇上你的，给我一次机会嘛，好不好？忘掉那个女人，跟我在一起，我再也不想把你弄丢了。”其实林念说的没错，他们2个从小青梅竹马，要不是林念在高中的时候选择出国留学，估计大学就没我什么事情了。这些我也是跟顾培在一起之后，顾培告诉我的。我当时还开玩笑呢，说要是你的那位青梅竹马回来了，你会不会跟他再续前缘啊？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，但是听到这话的顾培却很认真地看着我，向我保证：“年少时的懵懂，但那不是爱，我爱的只有你一个，请你相信我，我永远也不会背叛你。”那时候我感动得稀里糊涂，仰着头看着他：“那你向我保证会永远爱我好不好？”22岁的顾培怀着一颗炽热的心，轻轻拥抱住我，在我耳边说下一句：“我向你保证，背叛者下地狱。”思绪回到屋子里，我再次看向顾培，大概是喝了酒的原因，他的情绪不再压抑，神色中夹带着一丝动摇。他舍不得放开林念，林念像是赌对了，扬起灿烂一笑：“我就知道，我在你心里就是比他重要。”我飘在空中，看着林念那几乎胜利的笑容，只觉得内心一阵刺痛。林念主动地坐在顾培的腿上，热情又主动地凑了上去。顾培的目光却恍然间落在了身后的那张画上，他下意识地推开了身上的林念，神色有些挣扎：“抱歉，念念，我们不能这样做。”林念被推开后酒精上头，情绪激动道：“又是他，他到底哪里有我好？他要是真的爱你，怎么可能这么久都不联系你？指不定跟了哪个小白脸呢？”顾培第一次对林念冷下了脸：“你喝醉了，先休息吧。”顾培转身摔门而去，我跟着他出了门，看着他站在马路边上，
有些烦躁地靠在墙上。这时候，口袋里的手机响了。顾培想也不想地接起电话，他以为那边是我，朝着电话那头吼道：“桑延，你是不是还想玩欲擒故纵那一套啊？觉得自己失联几天，我就会眼巴巴的像条狗一样去找你？你做梦！你赶紧给我滚回来，别挑战我的底线！”顾培竟然还以为我是在跟他闹脾气，可是他不知道，我早就死了呀，被他亲手害死的。我安静地看着顾培发酒疯，电话那边的人被骂得狗血淋头，气得直接说了一句：“有病吧你？谁是桑延啊？”顾培被骂得回过神，清醒过来，看着手机上的号码，根本不是我的。他神色呆滞了片刻，手忙脚乱地挂掉电话，这才反应过来，我真的消失了，一个电话也没有给他打。他自暴自弃地坐在地上，有些烦躁地捂住头。这时候，手机再次响了起来，是刑警大队的电话。那边声音传来：“顾培来队里一趟，死者的脸部骨骼我们已经找齐了。”顾培到警局的时候，那具尸体就躺在解剖台上，法医已经拼凑完整了尸体的面部骨骼。队长拍着顾培的肩膀，有些担心他，要不要明天再继续？今晚你状态不好。顾培却摇了摇头拒绝了，早点处理完也好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。你放心，我没事的。顾培总是这样，面对工作的时候，他好像又恢复成了那个冷冰冰的顾培。队长没办法，只好把房间让给了他。没有人能够怀疑顾培的专业程度，即便是我，在看见他仅凭着骨骼就能够拼凑出死者生前的样貌轮廓，我都忍不住惊叹。顾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天一夜，不停地反复对比，中间只休息了不到4个小时。最后，他盯着通红的双眼，就连握着画笔的手都开始不停地颤抖，额头上布满了细细的汗水。看着画像上的人，神色慌乱，扔掉了手中的笔。熟悉吗？熟悉就对了，因为画像上的人就是我呀，你最讨厌的那个人。顾培不相信，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画了无数张废纸，最终结果还是一样。墙壁上挂着的画像跟我有8分相似，而他再也绷不住，推开了房门跑了出去。刑警队队长抓住他不解：“你要去哪儿？”顾培闭上了眼睛，不停地摇着头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：“不可能的，不可能！”赤裸裸的真相就摆在面前，顾培不敢相信，所以他选择了逃避。他跑出警局，颤抖着手拿出手机，找到了我的手机号码，拨打了过去。可等了很久，电话那头却传来了机械声音。他情绪彻底失控，一拳打在旁边的墙上，声音带着不可察觉的哽咽：“接电话，听到没有？桑延，只要你现在接电话，我就原谅你了，我就不跟你生气了，好不好？”顾培崩溃地抱住自己脑袋，蹲在地上。我亲眼看见一向高傲的男人这么狼狈地哭了出来。上一次还是他妈妈进 ICU 的时候，他那些绝情的话仿佛现在都还在我的脑海中。他说：“桑延，我恨你，我恨不得你去死，以后死远点，知道吗？别脏了我的路，我不会去给你收尸的。”现在如他所愿了，我真的死了。顾培，你再也找不到我了，你开心了吗？刑警大队的人追了出来，跟在了顾培的身后，企图安慰他：“顾培，你别多想，或许只是巧合呢。桑延跟这些犯罪分子没有任何关系，这些人为什么会盯上他？你再去找找，说不定就是虚惊一场。”顾培被扶起来，神色呆滞。这句话像是给了他勇气，连夜打车去了大学附近的小区，那是我养母住的地方。从小我没有父母，是养母将我带大的。
只可惜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去过了。我跟着顾培飘在门口，看见顾培急切地敲打着门，像是为了证明什么。等到屋子里的人开了门，顾培红着眼询问他：“阿姨，你把桑延叫出来好不好？我知道他肯定在你这里，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没有地方可以去了。你叫他出来，以前的事情我都不跟他计较了。”原来顾培也知道我没有地方去啊，那他将我赶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料定了我会乖乖回到他的身边？可惜了，养母也不知道我去哪里了。妍妍已经半个月没有联系我了，我还想问你他在哪里呢？养母看着他的神色甚是不喜，对于顾培，他向来是不满意的，因为他总觉得这孩子太过强势独断，迟早有一天会伤到我。他说准了，顾培的确走的一步也不曾回头。顾培不相信他说的话，拉住他的衣袖，恳求他：“阿姨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惹他生气了。你让我见见他好不好？你就让我见一面，我只要看着他好好的我就走。”其实顾培已经猜到了，但是他不相信，执着地想要一个结果。养母直接将拖鞋扔了过去，气愤得恨不得打死他。你还有脸来找妍妍？她消失了这么久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身为她的男朋友，为什么连她失踪的消息都不知道？亏妍妍那么喜欢你，你知不知道她为你付出了多少？你说丢就丢，你把她当什么？顾培痛哭不已。我以为他只是跟我赌气，我真的错了。妍妍，养母将他赶出了小区。顾培失魂落魄地回到自己的房子，打开门的瞬间，看着屋子里面被破坏的一片狼藉，他先是一愣，随后暴怒之下找到房间里的林念：“你干了什么？”林念咬着唇，目不转睛地看着顾培，眼底闪过一丝心虚。你为了这个女人凶我，我还不是为了让你不再想着她。这个屋子里感觉都能够闻到她的气息，让我恶心。顾培抓住她的手腕，强硬地指着门口：“出去，别让我再说第二遍。”林念吓坏了，强忍着泪水，捂着脸跑了出去。顾培跌跌撞撞地跪在地上，捡起地上被摔坏的手办，那是我亲手做的，我们2个人的模型，墙上还挂着我毕业那年送给他的画，画的是向日葵花田，那一黑一白的身影穿梭在其中。向日葵代表着阳光，阴影象征着阳光之下的黑暗。顾培的父亲因为在10几年前的事故中被罪犯害死，顾培进入警察局，也只是想要为他父亲报仇。我送他这幅画，就是希望他能够早日找出当年的真凶，让顾爸爸在天之灵能够得到安息。只可惜现在这幅画被林念泼上了颜料，彻底的毁了。顾培跪在满是玻璃碎片的地上，鲜血染红了地面，他像是感觉不到似的，擦了擦自己肮脏的手，轻轻擦拭着那幅画。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用画笔想要复刻这一幅画，只可惜没用，因为他再也拿不起画笔了。他的双手控制不住的颤抖，只要一想到警局里的那幅画像，他就下意识地扔掉了画笔，抱着脑袋。我听见他泣不成声，只觉得心里爽快无比。这样就接受不了了吗？可是你还不知道真相呢。顾培这辈子你欠我的，永远也还不完。顾培自暴自弃地将自己关在屋子里，任何人来了都不见，直到刑警队收到了重要信息：顾培，你来队里一下，有个东西需要你看看。顾培顶着邋遢的面容，憔悴不已地出现在警局。刑警队长拿出了刚刚收到的包裹，不知道是谁寄来的，但是里面只有一张画像，我们看着像是你画的。顾培终于抬起了眼皮，等他看着那幅画像的时候，彻底愣住了。这画像
是谁送来的？队长摇摇头，不知道。我们查过快递员电话，都说不知道谁寄的，也没有寄出地址。我们怀疑凶手的目的跟这个画像有关，但是我们调查了，除了知道这个照片是桑延小时候的，并没有其他线索，就连他父母都没有任何信息。所以我已经向上面汇报了，申请调取保密档案。一般在查档案的时候，没有查到父母信息，只有两种可能：第一种不是国内人员，第二种就是他的父母是国家人员。这种为了保护下一代，就会将档案完全保密。顾培不敢自己深入思考，更不敢想凶手为什么要他画出我的画像。直到上级调取档案通过，所有人围在电脑面前，输入了桑延2个字，冒出了2张很陌生的照片。刑警队队长肃然起敬 ，ACI 编号缉毒警察桑义林觉，那是我父母的名字和他们的编号，而编号的最后却显示着2008年，全部牺牲。知道这个消息后，警局里所有的人都安静了下来，因为没人不知道08年那场动荡，我方以6名缉毒警察深入潜伏进了敌人的老巢，在卧底了8年之后，一举端掉最大贩毒据点。而这6名缉毒警察却在这场事件当中被宣布全部牺牲。只是谁也不知道，当年的6个警察当中，有一个当了妈妈的缉毒警察离开的时候，孩子只有不到1岁。顾培看着那2张熟悉的照片，知道真相后的他彻底疯了，哭着抱着我的尸体，怎么也不离开。最后还是医生给他注射了1针镇定剂，他才昏睡了过去。等他醒来后，像个没事人一样，整日守在顾妈妈的身边。只是从那之后，顾培不爱说话了，好像完全将自己封闭了起来。警局那边念在他功劳最大，给他放了几个月的假期，希望他好好放松一下。只有我看到他每次回家都会魔怔地看着那幅画，一看就是一整个通宵。顾培不敢闭上眼睛，因为他一闭上眼睛就会被噩梦惊醒，所以他只能睡在医院里面。顾妈妈醒过来后，顾培就陪在他的身边。这天电视上放着一则新闻，是有媒体将我爸妈的照片公之于众。缉毒警察的身份特殊，能够被公之于众的，都属于3代之内再无血亲。顾妈妈看见电视上的新闻，还是红了眼眶。儿子，你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当初救我们的大英雄们呐！要不是没有他们，我们早就死了。那一瞬间，顾培不可思议地抬头看见新闻上的人，愧疚和自责彻底吞噬了他。顾培愣愣地看着那2张黑白照片，终究是难受地低下了头，眼泪滴落在地面，无声地咬住牙。妈，明天我们刑警队有任务，送你回家我就走，可能不能陪你了，你会怪我吗？顾妈妈的思绪从新闻中回过神，冲着顾培一笑，不会，因为我知道我儿子是最优秀的。从你加入刑警队的那一刻起，你先是属于国家，其次才是我的儿子。顾培紧紧地拥抱住顾妈妈。几天后，顾培回到警局，他只见了队长，向队长主动承认了自己帮助凶手画像这件事情。经过上峰决定开除顾培，并且永不再录用。这件事情闹得很大，引起了网上的发酵。几乎所有人都在骂他狼心狗肺，顾培就像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他被逼无奈，来到了林念家门口。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吧，永远也不要再回来了。林念说到底还是放不下他，在听见顾培要带他走的时候，毫不犹豫地点了头，扑进他怀里。我就知道，顾培，我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来找我的。
殊不知在林念看不到的地方，我看见顾培冰冷的眼神。当天，林念就买了机票，两个人离开了 M 市。顾培用了2年，换取了林念的信任。林念想要顾培娶她，顾培却以没钱为由拒绝了。离开了警局之后，他过得很惨，因为拿不起画笔，再也无法画画挣钱。林念实在看不下去自己喜欢的男人，因为没有钱跟他分开，所以他将顾培带去了一个地方，这里被称为灰色地带。有了林念搭桥，他成功混了进去，用了不到3年时间站稳脚跟。顾培很聪明，他知道自己怎样取得那些人的信任。我就这样飘在半空中，看着他犹如变了一个人，仿佛他天生就该那样，手上沾满鲜血。他跟林念的婚礼前夕，偌大的废弃大楼里，林念被斩断了手臂，做成了人质。临死前，他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爱了那么久的男人竟然想要他死。林念痛哭流涕：“我那么相信你，你怎么能够这样对我？”顾培安静地坐在对面，改头换面的他脸上带着一道厚重的疤痕，那是当初为了护着林念故意受的伤。这一道伤疤好像在随时随地地提醒着他来这里的目的。最后低头居高临下地看着林念，嘴角扬起疯狂一笑：“当初不是你设计接近我的吗？让我替你们卖命，现在你做到了，所以自然也不需要你了。”林念直接拆穿了他的目的，疯狂地笑了起来：“现在想要杀了我给你的桑延赔罪吗？但是他已经死了，被你亲手害死的，你才是那个罪魁祸首。要不是你，老大也不会知道桑延就是那对夫妻的后代。他本来是想给桑延一个警告的，谁知道被你妈拦住了。你一直都清楚得很，但是为了减少你内心那点内疚，所以你要杀了我泄愤。”林念脸上浮现出狰狞的笑容，鲜血染红了四肢。顾培，我们2个本来就是一路人，你比我心狠，不然老大也不会看上你，所以你就算杀了我有什么用呢？杀了我，桑延也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顾培握紧了手中的刀，眼神冷得可怕，但只有我看见他握住刀的手在微微颤抖。其实林念说的没错，顾培心里除了自责，就是无尽的悔恨和心虚。可是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后悔药，就算他现在弥补再多，我也回不来了。我永远也不会原谅顾培，他就应该一辈子落在自责和内疚中，守着我们最后那点感情，苟延残喘地活下去，因为我怕他会脏了我黄泉的路。顾培卧底的第10年，从此各大警局的通缉令上贴上了他的照片，没有人再记得顾培这个名字的曾经。现在提到他的名字，就想到了那些肮脏的罪恶。他彻彻底底成为了黑色方代表，可就是这样一个无恶不赦的大魔头，却在无人知晓的地方，一个人孤军奋战，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，最后以众人意想不到的方式端掉了敌方国内所有老巢。等到警方大部队赶到的时候，他自己也消失在了那场惨无人道的绞杀中。外界都在欢呼，这样的毒瘤终于被消灭了。只有警方内部在为他祷告，祈求他能够平安归来。第2年的秋天，顾妈妈在我的坟前见到了顾培。这个时候的他独自一人蜷缩在墓碑面前，狼狈不堪，只是呆呆地看着墓碑面前的那张黑白照片，然后扬起一抹傻笑。妍妍，顾培彻底疯了。被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医生检测出他患有很严重的精神疾病，所有人都不想放弃他，但是他却放弃了自己，趁着没人在，离开了医院，自杀在了我的坟前。死的时候，他嘴角是带着笑的，这让我突然想到很久之前说的那句话：
背叛者下地狱。只是可惜脏了我的轮回路，顾培你怎么到死都不放过我呢？真是晦气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